叶柳溪，轻巧好用，出片专用 OPPO Find N3 Flip 小折叠，邀您共赴西出奇旅。订机票就同城，天天低价，想飞就飞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救你啊！我知道你是要救我，我是在问你，你是想拿刀砍我的腿，还是砍沙子？那得看情况而定啊！全球婴幼儿配方奶粉销量领先的爱他美卓奥，邀您观看《西出玉门》。激情探险，生爽刺激，百事无糖生可乐邀您收看《西出玉门》。这是什么？像一只眼睛。有些。原来是他埋葬了黑娃他们的尸体。这让我想到沙丁鱼。你看，为了像沙子，却又不随风摆动；明明举在一块儿，却又粒粒分明。整个东西移动起来，就像是沙丁鱼群啊。是生物，就表示是可以被杀死。小心！追！叶柳溪！快走！去后边，快！
你刚才拿刀要砍啥？救你啊！我知道你是要救我，我是在问你，你是想拿刀砍我的腿，还是砍沙子？那得看情况而定。啊？刘鑫，咱俩先说好了，要是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麻烦你尽量保证我身体的完整性，好不好？除非是我主动要求，否则你不要替我的腿或者胳膊或者任何一个地方做决定，行吗？知道了。这个玉门关应该是消失了。去看看。皮影关的土台不见了。所以，鬼火、皮影关还有怪沙子，只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。一旦玉门关关门关闭、消失，这一切就恢复正常。你看，咱们之前航拍拍的。那有没有可能，司马道禁火就是玉门关？听过《桃花源记》吗？你是想说玉门关是个类似的地方？那问题是人呢？如果这2次算是进关的话，为什么连半个人影都没见到？那我之前那些货又是送给谁的？咱们物资也用完了，先回营城休整。现在有经验了，下次进来多做一些准备。肥堂一会儿把长昭送回去，然后别忘了去报警。死了3个人，总得有个交代。明白，东哥，报警。来了。请问是513房间的昌东先生需要热水壶吗？服务员，兼职，明天这一层都是我做法，顺道给您送个壶。你要是需要洗衣服的话，楼下有个洗衣房，是公用的，洗衣粉、洗衣液都有，但是需要您自己操作。好，走了，祝您入住愉快。喂，飞堂。钟哥，人我送到了啊，就这个棋牌室。哎，你这名儿，你说它起的多有意思啊！天罡地虎。哎。
你把你衣服跟我放一块洗了。啊，省时省电省水省钱。要不想等太久，25分钟快洗可以吗？行。肥堂还没回来，估计挣了大钱去哪儿快活去了吧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咱俩？明明是2个世界的人，为什么会牵扯在一块儿？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好恶心啊！你喝了啊？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也不知道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，非要跟一个人有关系的话，如果那个人是你，我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。再洗一会儿吧，干净。做法，你真会做饭？这有什么不会的？一个老服务员带我做了2间，很容易啊。我自己也试了几间，临走前问顾客：“你满意吗？”都是很满意。还有人问我要电话，说我做服务员太憋屈了，给我介绍新工作。有才的人真到哪儿都不会被埋没的。那人在，请进。昌东，你知道一般有素质的顾客是什么样子的吗？都是我一敲门问你需要打扫吗，他会说不用。我素质一般，需要打扫。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海龙队？还没想好。那你快点想，我想早点解开我的身世之谜。喂，飞堂。张东吗？哪位？姓柳，7。
你和那个辉八什么关系啊？真是敞亮人呐！辉八是我老乡，有事儿我罩着他，他发财也会捎上我沾沾光。那你们找我想干什么？兄弟，你多心了。就是想找你随便聊聊，问个事儿。辉八手下的人呢，废物多，人死了，尸体没带回来，还编了一堆谎话，我不爱听，让赵哥脑子清楚的人问问。没有为难我朋友吧？没有，客客气气的请他来。就是他有点激动，自己磕碰出点什么，不赖我们。哪儿见？大潼关。附近有个棋牌室叫天罡地湖，今儿下午我都在。行，那过去是独杆还是能成双？随便，来多少人都行。999小儿感冒药，儿童专用，妈妈安心。邀您精彩继续。七，人到了。东哥，坐下。坐吧。谢谢。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儿，以后遇到被野狗追这种事，你就先看清形势，打得过再打，打不过你就给我装孙子，赔笑脸。等他放松警惕，你再一砖头给我轰上去，往死里打，懂吗？是给我丢脸，见笑了。说呀，是叶小姐吧？我很多年不跑道了，册子上有人上榜，我倒也不太在意。这2天呢，我打听一下你的来路。好，你倒是摸牌呀！听说你早几年开东风货车，碰到过3次劫盗，3次都全身而退，还放话说没有你叶流喜过不了的关，口气挺大呀。无人区嘛，你一个女人1台车，难免遇到各种事，没点硬货傍身也不方便，不然你叶流喜也不会榜上有名。但咱们这是市区，做事都得懂规矩。对，没错。那七爷不介意借个药箱吧？不然一会儿出去让外人看见，还以为你们这儿打人呢。你讲生意啊？副牌。谁摸？谁摸牌？我来。辉八手下还有我这朋友，应该把事儿也说清楚。那这次来找我们干嘛呀？花牙跟我说，辉八被飞来的铁线给削了。为什么尸体不带回来？说是没了，这事儿你能信呐？那七爷认为是怎么回事？以我的想法呀，一定是挖出了什么好东西。这种事儿我见多了，人心一贪就容易坏事。七爷，但也说不通啊。我呀，完全可以编一个更圆乎的故事。现在又请到2位，你们也是一样的说法，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呢，这事儿是真的。那既然是真的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哎，别走啊！我这牌都快糊了。叶小姐，不要着急胡牌，不是还要给这位肥堂小兄弟上药呢吗？我跟你们讲个事儿啊，这事儿呢，发生在近30年前。那天，
上，路上呢遇到了几辆货车，车上拉着货，透着情况，刚准备走进去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始终忘不了开货卡的皮影人。我曾想回到现场去看，但是我没有勇气。我记得一共是9台车。我爸跟我说，打开皮影关那天，翻了，数过也是9个。你看看啊，原来我跟这事儿早就攀扯上了。这样，咱们2头开天窗。姐，你想干什么？把话撂上秤，我掂掂斤两。要是能做，咱们交个朋友；要是不能做，咱们就按规矩办。白酒找人讲和，或者划橙子，怎么样？灰八的尸体要收，兄弟间得讲道义。姐，你这么做不地道吧？对不住啊，习惯，我喜欢摸人家的底儿。但是，这不是也给2位上了一课吗？出来做事得小心，别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。啊！我的房间也翻了。叶小姐的东西也挺有意思的。2位是本市人，和本市人合作很有诚意。这样吧，我说个法子，你们看行得通行不通啊？我出资，你们出力，我要求不高：1，帮灰八收尸；2，帮我解开皮影车队这个谜团。要是找到了，车上的东西都归我。姐，其实活了。可以啊，我就喜欢拿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。既然谈成了，为了拉拢感情啊，我们也得交心不是？吃饭、喝酒，总不能少的。倒也不麻烦啊，我们就在这儿吃。待会儿呢，还给你们介绍2个朋友。你真打算收他钱？不然嘞，不拿白不拿。有些钱不能挣，你不能只看眼前，万一违法呢？那也是他投资眼光差，入错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规矩啊！哎呀，我饿了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我干女儿丁柳，小柳。这个叫高深，帮我做事的。我呢是这么考虑的啊，大家刚认识，互相还不怎么信任。我这钱要是出去了，你们胡天海地的给我造了，回来跟我说，
七爷什么都没找着，我这心里头啊会不平衡的。所以呢，我这头也出2个人，放心，都是帮得上忙的，不会给你们拖后腿。小柳很能干，给我照看生意，没人敢闹事。七爷，辉八什么下场你也清楚，想派人盯着，理解，但把干女儿都送出来，也太下本了吧？我老了，这2年呢，正犹豫着要不要把手头的事儿交给小柳呢。他缺历练，玉不琢还不成器呢，闯出来了算他的，折在外头，那就认命，反正不是亲生。行，他们俩可以去，但有一点啊，分清主次，我们可以带帮手，但不需要头头。那是当然了，你们尽管放手去干。这位兄弟，我可以帮你们照顾好。七爷，超呢？你给我加块羊排，拿个大的，我够不着。你知道我干什么？你自己想做什么要做什么，你自己长嘴自己说，自己都不吭气，跟上了你着什么急？在这儿待着。你说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不在你这儿待着，我不用你们管。七爷，裴腾确实不适合待在这儿。你看他的生育历程，文玩世家，那些破铜破瓦他随便看一看，掂掂重量就能知道是哪个朝代的，值不值钱。对，裴腾，你跟我说你是那个什么文玩鉴定评估委员会是吧？是那成员是吧？啊，对，我去年去的嘛。所以嘛，七爷，你不是要找皮影车队吗？如果这一趟出来没有什么行家，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查到就回来了。您别生气啊。好啊，喝酒，那咱们就算谈妥了啊。打明儿起，高深、丁柳他们就跟着你们2人来喝酒。你觉得那2个人难搞吗？七爷说了，这2个人都是厉害角色，让我们小心一点。别人来。那个昌东和那个女的原来是一对呀。是吗？看不出来啊。只有你这种呆子才看不出来。那是一对的话，是一对就好办了。想让情侣反目，太容易了。你过去看看。狂风袭来，就让世界明白，都换一个未来，等荒漠的花开，一切都重来，让意外不意外，换来个原来。狂风袭来，就让世界明白，
走完一个未来，等荒漠的花开，一切都我一会儿会回那个长洞。其实我仔细想了想所有事儿啊，可能进了司马道也不能算进关。那司马道算什么？这个司马道也许是进关的必经之路，但这一切都跟你有关系。我们假设你每次进关都需要经历血、沙暴、司马道，可在沙暴中人很难看清楚路，丢了人，丢了车，迷失了方向，这些呢更像是一种防卫保护机制，驱赶那些误入这个地方的人，让他们害怕逃跑，甚至口口相传提醒后人远离这个地方。比如说飞唐，吓得屁滚尿流，第二天想跑连路都找不到。咱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关门在哪，但可以确定啊，这个司马道已经是重要区域了。那儿有皮影官，有奇怪的眼睛，只攻击我不攻击你。那有可能因为我是关内人吧，所以不管是沙还是眼睛，都会对我网开一面。还有那首歌，出关一步血流干。到目前为止，咱们只能确定这个皮影人是从关内出来的。如果你真的是关内人，那也不是普通的关内人。命运的迂回，用真相化作那情的壁垒。当封存的记忆随那风沙而沉睡，当选择继续为真理坚定无畏，当对决的世界与平行现实相对，让彼岸蔚蓝漫散场相偎，似是而非真假错对，虚实间沉醉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只有踏入险关的怕前途学纷飞，只为问心无愧。似是而非真假错对，虚实间沉醉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只有踏入险关的怕前途学纷飞，只为问心